小伙上山打猎，竟意外抓到一只发光的鸽子，回去二话不说就把鸽子炖了汤。没想到吃了以后竟是浑身燥热，只见他汗流浃背，满脸通红，不断的掀开自己的衣襟。一旁的好友都惊呆了，想不到这鸽子竟然如此大补。紧接着给他喝了一桶凉水，全身上下瞬间蒸汽弥漫，可燥热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缓解。小伙挣脱好友束缚，跑到房顶想借用雨水降火，结果手不慎碰到了一旁的避雷针，一道霹雳降下，直接击中了小伙，将他打下了房顶，昏死了过去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小伙竟然拥有了雷电之力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电，好友一碰就被电得外焦里嫩。我现在觉得我这里头好像火烧一样啊！石春连忙翻阅古籍，终于查清了缘由，原来这是误食的神丹所致。话说18年前，天魔教教主祸乱武林，企图称霸天下，结果被武林正派朝阳教教主封印在了温泉洞中。怎料天魔教主不甘失败，一直暗中积蓄势力，企图东山再起。天魔教的三大高手天地人三魔，为了报答教主的知遇之恩，竟耗尽自身的全部内力，炼成冰火阴阳神丹2枚。天魔教主服用后，便可功力大增。可天魔教主刚服下其中的冰丹后，就被朝阳教派出的2大高手劫持，夺走了另外的一颗火丹。可惜2人不敌天魔众徒，临死前将火丹塞进鸽子口中送走，没想到半道上却被田鸡意外截获。冰火2丹虽然功效奇大，但必须要一同服下，一旦分开服用，药力会无法中和，期49天之后就会爆体而亡。天魔教主如今只服下了冰丹，为了活命，他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活捉吃下鸽子的人喝他的血，二是用西域的碧玉神珠包治百病。刚好西域公主正要去给朝阳教主献珠疗伤，于是他打算兵分2路，派出手下前去拦截西域公主，再让千毒观音假扮公主给朝阳教主送上毒丹，自己则带领金毛狮王亲自去捉田鸡。而此时的田鸡正在石春的帮助下运功调息，他运气提至胸口，再慢慢汇聚掌心。没想到一道闪电打出，击中茶壶飞了出去。正当2人感到惊奇时，屋外却传来一声喊叫：何方鼠辈，释放暗箭！没想到是朝阳教的火堂主以及教主的女儿水晶找上了门。他们让田鸡交出鸽子，得知鸽子进了他的肚子，火堂主气得就要宰了他。此时天魔教众徒也找到了这里，双方目标都是田鸡肚子里的火丹，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。石春躲在水缸放暗箭，结果却被水晶发现，田鸡则混在2股势力之间，混战之中再次激发出了雷电。田鸡大展身手，一下电倒一个，吓得众人不敢上前，可没一会儿就电力不足。众人见状一拥而上，却让田鸡意外觉醒轻功，使他一跃而上。天魔众教徒被折磨得要死要活，最终决定先行撤退，剩下朝阳教的水晶和火堂主准备生擒田鸡。田鸡则施展超音速轻功，直接将火堂主撞飞。紧接着他又故技重施，结果却一不小心占了水晶的便宜，气得水晶给了他一巴掌，随后红着脸娇羞地带人离开。谁知刚消停一会儿，天魔教主带着金毛狮王又找上了门，命狮王将田鸡活捉，准备要喝了他的血，结果却被田鸡的霹雳掌给击飞。见此情景，教主准备亲自动手，他闪现到田鸡面前，一把将他抓住，怎料却被电得全身发麻。危急关头，朝阳教主及时赶到，拦住了天魔教主的攻击。趁着2人交手之际，石春急忙启动热气球，呼喊田鸡快上来。田鸡本想施展轻功，却被2人同时按下。2位教主借助田鸡的身体比拼内力，不料却激发出他体内的吸星大法。他趁机将2人推开，一跃跳到了气球上。2人乘坐热气球逃之夭夭，飞了半天却不知该如何下落，就只好一直在天上飞着。隔天一早，田鸡刚刚睡醒，结果脚底被他踩出来个洞，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。掉落处刚好有个美人正在洗澡，而此人正是千毒观音假扮的西域公主。此时一个光头走了过来，原来他正是朝阳教的遁土堂堂主，是前来迎接公主面见朝阳教主的。光头谎称田鸡是自己的徒弟，好心救了他一命。随后几人一同上路出发前往朝阳教，可此时的朝阳教却被天魔教偷袭。危急关头，火堂主让水晶带着受伤的教主从密道逃离，而他和一众教徒拼死抵抗，最终却被生擒。田鸡跟随众人来到一家客栈，晚上他起身正要撒尿，结果看到身后有一黑影，原来正是那千毒观音。这家伙生平最喜欢玩闹男人，见田鸡长得英俊结实，于是就想要吸他的阳气。田鸡吓得拿起尿桶扣在他的头上，转身想跑，却被自己的裤子绊倒，情急之下使出霹雳掌，直接将千毒观音打出窗外。大斗声把其他人引来，田鸡慌忙提起裤子解释：刚才那个女人，小伙子满脑子邪念。刚才那个女人很丑的。废话，漂亮你还会叫吗？哎呦！突然他从公主的身上闻到了一股怪味，心虚的公主找了个理由慌忙离开。光头收到消息，表示朝阳教主只能见公主一人，还望他能多多包涵。千毒观音回到房里，直接将跟随他的天魔教徒全部解决。他准备和光头去见朝阳教主，再找机会榨干田鸡的阳气来增长自己的功力，到时候他就无需再畏惧天魔教主了。天魔教主得知千毒观音叛变后大怒，眼下公主和朝阳教主下落不明，天魔教主命狮王3日之内必须找到这2人。
狮王在大街上张贴告示，用火堂主和朝阳众教徒为要挟，逼朝阳教主出来决一死战。乔装打扮的水晶看见后急得不行，结果却意外撞见了凑热闹的田鸡。他设法将田鸡引到巷子里，随后露出自己的真面目。结果田鸡以为他还要抓自己回去，转身撒丫子就跑。田鸡在前面跑，水晶在后面追，没想到最后居然撞到了光头和假公主。田鸡这才明白，原来都是自己人呢。随后水晶带着几人见到了朝阳教主。朝阳教主与公主的父亲乃是多年好友，西域王希望朝阳教主能帮忙对付那些造反的族人，作为回报，他派女儿前来献上碧玉神珠。只不过他不知道，眼前的公主是千夺观音假扮的，并且还收下了那枚毒丹。而真正的西域公主当初在前往中原的路上，意外救下了从热气球上掉下来的石春。两人一起吟诗诵对，看星星看月亮，渐渐的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正当两人你侬我侬的时候，天魔教徒却突袭了大营。两人也被抓回天魔教。朝阳教主误把毒丹当成神珠进行疗伤，让女儿水晶和光头在外面护法。千度观音趁这个机会灌醉田鸡，对着他就是一顿乱摸，馋得他直流口水，紧接着露出獠牙想要吸取阳气，结果田鸡一个俯身让他扑了个空。千度观音仍不死心，继续给他灌酒，结果田鸡一个没忍住，把酒喷到了他的脸上。田鸡刚想帮他擦脸，没想到却不小心将千度观音的假皮擦破，田鸡被吓个半死，大喊有鬼，随后连滚带爬的来到屋外。千度观音紧追不舍，光头和水晶见状连忙出手，最终三人合力成功将千度观音给吊死。突然田鸡浑身疼痛难忍，体内的雷电也到处乱窜，眼看危在旦夕。此时教主打开房门，他已经服下了毒丹，如今怕是命不久矣，于是就决定将毕生功力传给田鸡。教主告诉众人，田鸡误食了火丹，本活不了多久，只因当初闪电劈进他的身体，暂时压住了火丹的威力，如今体内残留的雷电不足以再镇压火丹。教主将功力传给他，能暂时压制住火丹的药力。教主临死前交给田鸡一本叫做《霹雳伏魔》的秘籍，还把朝阳教和女儿水晶一并托付给了田鸡。从此，田鸡就成了朝阳教的教主。而另一边，天魔教主搜遍公主的全身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碧玉神珠，于是他并对众人留下石春单独与他谈话。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天魔教主居然是石春失散多年的父亲。只见他撕开面皮，长相竟与石春一模一样。教主希望石春能帮忙从公主的手里夺得神珠，不然自己可就一命呜呼了。可石春不愿意认他这个恶魔做父亲，于是教主就给了他两条路，要么帮他拿到神珠，要么就喝下面前的毒酒。石春不肯认贼作父，直接就将面前的毒酒一饮而尽。随后他被押回了牢房。公主得知石春喝了毒酒，于是连忙从衣服上取下隐藏的碧玉神珠，结果却被天魔教主抢走。原来石春喝的并不是什么毒药，而是强烈的催情药，他的目的就是要骗公主拿出神珠。得手后，教主大笑着离开，只留下大牢里的孤男寡女。田鸡得到秘籍后，整日刻苦修炼，可由于火丹的原因，他只要一气沉丹田，就会疼痛难忍。好疼啊！没事的。到了晚上，田鸡爬上屋顶，想要借助雷电再次化解体内的药力，结果等了半天，老天爷不给面子，就是不打雷。看来神功短时间内是练不成了。光头就提议他们趁夜偷袭，先把火堂主和众门徒救出来再说。天魔教主此时正在吸收碧玉神珠，想要化解体内冰丹的药力。不料此时田鸡等人夜袭天魔教，将火堂主和石春等人救出，结果却被守门将发现。众人决定杀出重围，可金毛狮王一直死缠烂打，最后把田鸡逼急了，直接将他的功力全部吸干，成功将他反杀。此时天魔教主现身偷袭，火堂主舍命挡下一击，随后毙命。天魔教主如今完全吸收了神珠的力量，已经练成了天魔神功。田鸡几番与他交手，都败下了阵。此时天空雷声大作，田鸡借力冲出屋顶，再次借助天雷的力量化解了体内残余的药力，并且还领悟到了霹雳伏魔功的真谛。最终，田鸡使出霹雳雷电伏魔掌，将天魔一击毙命。